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还在山西的稷山县这一块属于黄土高坡、黄土高台。表面上看起来现在是什么都没有，那其实这个地方呢，在以前呢是一座古城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一座古城。同时呢，在这个里面呢，还有一个万人坑遗址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就是来看一看万人坑遗址。现在这一块看到的是黄土高坡和农田。那么远处那块平地很多农作物的地方就是一座古城，一眼望去确实没什么感觉，谁也想不到这条道路是通往古城里面的。这一块就是城门，也是这座古城唯一的城门。我们在这里呢还能看到城墙的遗址，在前方呢还有角楼或者是马面。在这一块呀是有文保碑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璧城遗址。说到玉璧城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。那么有一首民歌就是因为这一块而诞生的：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势穹庐，笼盖四野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当时呢，这首歌基本上就是由于这个地方而诞生的。我们边走边去里面说一下这个古城的故事。它在历史上能够留下来的名字，就是因为在差不多1500年前爆发的战争而留下来的。后面隋朝建立之后，这座城池呢就慢慢的废弃了。那这些都是城墙遗址啊，这一块也是属于马面或者角楼这一类的，可以看到全部都是遗址。现在看起来没多高啊，可能就2米。那么我猜想在以前肯定是有4、5米高的。这个城墙里面的结构跟我们说的河西走的那个长城是一样的，都是夯土结构，一层一层的，看得非常明显了。1000多年还这么结实，确实了不起。我们来前方看一看，这一块呢，等于是来到了城池的上方了。我们现在是站在城墙上面，如果这里没有写是古城遗址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当年是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座城池啊。现在这一块全是农田，很平坦。那么在1000多年前，这一块还是生活了很多人。当时呢，里面肯定还是有兵营的。在打仗的那个时候啊，估计他们生活的也挺艰苦吧，因为算是把他们包围了。我来到山西这么多次啊，我发现当地的人特别热情，也特别好。我当时在这里寻找万人坑的时候，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他可能也是管理员。一听到说我要寻找万人坑，立马呢就带我去，马上就到了。这位大哥是在远处浇地，他看到我一个人来，就过来询问了一下。万人坑就在前面，是那位大叔带过来的。他说啊，以前旁边还有泥土，只是说经过最近几十年倒塌了。这个万人坑是几十年前发现的。我感觉啊，在这个里面呢，应该还有很多骨头。这都是当时士兵战士埋葬在这里的，这个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了。这叠加的很高啊，这只是一部分啊，里面我感觉还有。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尸骨。公元534年，盛极一时的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2个政权，其中呢，东魏是由权臣高欢所把持，西魏呢是由关陇军阀宇文泰把持。这个就跟三国时期的曹操一样，他们2个人呢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皇帝呢完全是傀儡。西魏的都城是在长安，一开始的疆域呢是关中平原、甘肃的南部以及部分黄土高原。东魏的都城是在邺城，控制地区主要是华北平原，包括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等地。他们呢是以黄河为界。在当时呢，东魏占据华北平原的肥沃土地，人口稠密，农业发达，综合实力呢是强于西魏。在中国封建史上面，自从秦始皇奠定了统一天下这个概念之后，后面有作为的人、有实力的人，他都想着统一。高欢也是如此。由于当时东魏国力比西魏更强，
高欢呢，于是就屡次发兵进攻西魏，试图吞并对方，统一北方。公元537年，东魏军呢在潼关那一边遭到大败，高欢呢被迫撤军。此后呢，他们经历了多次大战，互有胜负。在玉璧城这里就经历过2次大战。公元538年，西魏的一个官员叫王师政，他上书呢，要求在这里建一座城池，这就是玉璧城。主要原因是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等于三面是悬崖。我们现在看到的，这就是绝壁，有如刀劈开的。在这里建造城池，你想从这个崖壁上面攀爬上去是很难的。这里呢，只有南面一道出入口，是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个城墙。我们刚才是从这里进去的，是南门。想要进入到这个城池，现在也是必须通过这里进去的。你攀爬那个崖壁，基本上是上不来的。这样的话，玉璧城就建好了。高欢如果要统一北方，进攻关中，玉璧城呢必须要拿下，要不然就没法前进。到了公元542年，高欢呢由晋阳，也就我们说的太原，率军南下，到达这个玉璧城下面，军事呢浩大。他软硬兼施呢，劝降那个王师政，结果人家不理他。于是呢，高欢就开始攻打玉璧城，连续攻打9日没有效果，又碰到下雨，死伤惨重。于是呢，他就撤军回去，等于休整了。这是第一次玉璧之战，高欢失败了。下面那一块是平原，汾河就在那里。高欢呢，当时是从那边过来。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里呢，就是玉璧城，一个黄土高原。高欢退回去，大概休养了4年。到了公元546年，年过50的他觉得时机成熟，于是呢就率领10万大军，准备进攻关中，一统北方。那个时候是举国之力啊，基本上能派出来的他都带出来了。当时玉璧城的守将已经换了一个人，叫做韦孝宽，他可以说是默默无名啊。高欢觉得打败他是易如反掌，结果没有想到了，高欢在这里受到了强烈的抵抗。高欢有10万人，玉璧城呢大概就7、8千人。高欢命令士兵日夜攻城，但都没有打下来。你像我们看到的沟壑这里不可能攻得上来，他主要进攻的方向应该是南面的那个城墙，一开始我们看的那些。这个韦孝宽非常善于防守，高欢不管怎么攻打这个玉璧城都攻不上来，从正面攻不破。高欢呢，于是就让士兵挖掘地道，想从地道进入到城池，最后呢也失败了。具体的作战方式我们就不讲了，因为非常残酷。高欢当时还劝降韦孝宽，对方不同意。双方呢在这个玉璧城对战50多天，双方都伤亡惨重啊。后面呢又因瘟疫爆发，东魏这边也就是高欢这边战死病死7万多人。那这个局面已经无法挽回，他也知道没有希望能够占领玉璧城，同时他自己呢也得病了，这样的话只能退回去了。在回去之前，高欢呢下令将这些战死病死的士兵埋在一个大坑之内，这样的话玉璧城第2次大战就结束了。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些土堆，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城墙的一部分呢？我感觉可能是哦。走上去看一看。因为这个城池它是3面围着沟壑，只有刚才我们进来的那一条通道，那自然而然在这个沟壑旁边也会修建那个城墙，这经常也有人爬呀。这个地方知名度还挺高的，经常会有人来参观，并且呢在这里呢还有文保员在管理。刚刚来的时候那位大哥就是这边的管理人员。我们看看下面就是沟壑，哇，很高啊！哇，
这里要小心了。看到没有，很多泥土都在倒塌呢。这等于是天险。当时高欢想从这边攻上来，确实不太现实。当时他们选择这个地方建城，也确实是有道理啊。我们又回到刚才发现尸骨的地方，这就是万人坑。看这个遗址，能够看得出来，这个万人坑高度挺高的。我们这样目测的话，从最底下那个骨头到上面都差不多有将近2米的距离。那么当时应该是埋葬了很多人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万人坑只是其中一部分呢，里面肯定是还有。那么这个万人坑是不是高欢当时埋葬的呢？其实不是，因为这个万人坑属于在玉璧城里面，高欢就一直没有攻打进来过。那会不会是韦孝宽守城这些士兵呢？也不是啊，因为正常来讲，韦孝宽也不可能把士兵的尸骨埋葬在城池的中央。说起来，这些尸骨应该也是高欢那一边的。在当时进攻玉璧城的时候，由于正门城墙没法进攻，他们当时采取挖掘地道的方式。韦孝宽呢，他也知道高欢那边会挖掘地道，于是呢，他就在城池里面呢挖掘了一个很大的大沟。高欢的士兵只要从地道一直往前走，就会跌入长沟，马上呢派人就地擒杀。同时呢，他们还在长沟内堆满木材，只要地道口暴露，就派人往洞口填塞柴草，放入火把。这样地道内的士兵要不被熏死，要不就被烧死，非常惨烈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尸骨，应该就是高欢的士兵。现在裸露的可以看到，这个高度都有2米。我们看到有头骨，有脊背骨，有腿骨，非常多啊，就证明当时这一块是有很多人的。那么这里只是其中的一处，其他地方我猜想还有。这一块以前都是被雨水冲刷了，要不然还更多。你像高欢派人弄暗道，肯定不会在一个方向。整个玉璧城等于是3面都是悬崖，他估计3个方面都有暗道。那我猜想啊，在其他方面也是有这些尸骨的。我在这一块都能看到有很多洞穴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。这样算起来，这边的万人坑应该不止这一处，城内有，城外也有，只是说城外由于时间这么久，1400多年，高欢埋葬的那个万人坑找不到。这样的话，高欢呢就带着遗憾退兵回去。在路上的时候就传闻出他病逝了，他那个时候为了激励将士，没办法，只能出来宴请。当时不光他觉得遗憾，他手下那些大将啊都觉得非常遗憾。那高欢呢就命令他手下创作了《敕勒歌》，这就是千古流传的名篇。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是穹庐，笼盖四野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这首呢是描绘北国草原的气势恢宏，是借玉璧之城这场战役而流传下来了。高欢当时还亲自合唱这首歌，也流下了眼泪了，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希望夺取关中，进而统一北方，或者统一天下。果然呢，差不多隔了2个月，公元547年2月份，高欢呢就在晋阳去世，也就是山西太原。一代枭雄就这样走下了历史舞台。在他死后没多久，他的儿子呢创立北齐，取代了东魏。他也没有想到，他的儿子，他的后代好几个神经病创立的王朝，也可以称得上是禽兽王朝，在历史上评价不高。他更没有想到，在30年之后，他打下来的江山被他曾经的对手的后代灭掉了，这就是北周灭北齐。后面过几天，我们去河北看一下高欢的墓。关于他的墓呢，也是有谜底，有多种说法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